今天又来了一位勤奋好学的同行兄弟，他要为知识付费，就冲你这一点啊，为你点赞。就是这位同行兄弟寄过来的，他只是想修一台机器的视觉，就是这台 L3的，他把视觉数据改好，视觉呢也更换好了，有锁板上面把数据写到了正常板上面，结果呢两边都不能开机了，这个有锁板也不能开机了，这个正常板也不能开机了。我们来看一下他小纸条的描述：正常板非线修改视觉数据后不对频，8伏供电，电流最大到660毫安。帮忙检测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录个视频，谢谢，满足你的要求。其实它的非丢板也不对频啊，只是纸条上面没写。通个电啊，试一下啊，听见没有？风扇狂转，这里就不对了，并且机臂灯也不亮啊，很显然这种状态是对不了频的，对频灯就不跑了。我按下对频，对不了频的啊。刚好呢，这里还有张有锁板。本来是好的，现在也不对频，那么我们就参考这个有锁板的电流来看一下啊，看它现在跑的什么电流。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两张正常的板在写过数据之后，同时都不能开机，不能对频。有锁板呢，只是从里面提取了数据，并没有改数据。它现在这个问题啊，绝对跟它写的数据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一定是硬件问题。我们参考有锁板。电压呢，我是习惯调到9伏，这位同行兄弟说调8伏也可以啊。开机，看一下啊，跑到500多，大概是跑到500多上不去吧，跟他说的可能也大差不差吧，反正都是对不了频了啊。这个电流呢，很明显啊是没跑上去，但它一直持续有跳变啊，大家注意看啊，这种跳变的电流跟死电流啊，它是有区别的啊。如果说你一开机之后啊，它跳到0.4或者是0.5，变化非常小啊，像这种情况一定是有短路的，像这种呢并没有短路啊，还是在正常工作的啊，关掉。所以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呢，要会去看这个电流啊，并不是说它跑到哪个值就代表什么，并不代表什么啊，还要看它的跳变过程啊。那这个非丢板呢，就肯定有问题啊，不管它，扔一边去啊。我们把它的板拆下来啊，寄过来就没云台的啊，螺丝也才上了2个。A few minutes later， 我们现在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像这种类型的故障啊，写数据之前好的，写完数据才坏啊，像这种啊，原则上面我们修的话都是按照啊动过哪里啊就重点检查哪里，没动过的地方不需要去检查。有很多同行兄弟呢就喜欢呢先全部打一遍阻值，量一遍电压，没必要浪费时间，直击问题的要害。因为呢他就写过数据，写数据呢就是有几个非线点位，所以我们重点就看它这几个非线点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它是根据153字库原理啊，自己在图纸上面根据图纸的字库走线找到的这个点位，顺利的读出了数据。既然能够顺利的读出数据，说明它的非线点位是没有问题的啊。万用表打到2级管档啊，打到2级管档之后呢，去量一下这个几个非线点位的对地阻值啊，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这是第一步要做的。这里有几个点啊，这是其中一个点，400多啊，正常。这里还有一个点，这个点都被它撸脱皮了啊，这个点400多也是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600多600-700多，有点偏大啊，但是应该也正常。这边这个供电这里啊，供电这里也有一个供电啊，400多也是正常的。这边他自己找了一个非线点位，这一面500多啊，不对。他自己还在这边，在这个电阻这里啊，也找了一个非线点位，500多，怎么感觉都有点偏大？另外一端呢，400多，一边500多，一边400多。它这个上面有点汗油啊，我给它洗干净一点，可能大家看得更清楚啊。我来洗一下，稍等我。他好像是跟我说这个电阻它是换过还是干嘛啊？他跟我是这样说的，
首先外观上面看啊，就是这一个电阻啊，这边这个角这里啊已经被它撸脱皮了啊，这个外观就不太正常。我们将万用表打到欧姆档，直接测量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看一下是多少。3.93兆欧，3点多兆欧，这个阻值应该不对吧？哪有这么大的啊？没有这么大的啊！我随便拿一块我的料板来看一下啊，看看这个位置，同样位置，这个电阻，这是个保险电阻啊，很明显啊，那个电阻呢已经被那位兄弟啊，可能是写数据的时候。那个烙铁啊，时间跟温度没掌握好啊，把那个电阻给烫坏了啊。我们直接把这个电阻换掉，或者一坨吸过去都行了。它就是个保险电阻。拆这个电阻的时候说要注意啊，一定是要快拆快装啊，不能停留太久啊，因为旁边有 CPU， 还有那个中频芯片啊都在旁边。哎，怎么这个电阻怎么就动了呢？奇怪了。OK。我从料板上面再拆一个相同的过来，从料板上面粘了一个相同的过来啊。OK 啊，装好了，再测量一下它的阻值。OK 没问题。对地阻值也测一下，正常应该是400多啊，刚刚测出来是500多。变质的电阻啊，更换了，现在装起来试一下啊。GB 灯亮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GB 灯亮了。这个 GB 灯不亮是因为这个地方烂掉的啊，可能是这个线断了。好，按一下对频，看一下能不能对频啊。跑马灯已经在跑了啊，没问题啊。风扇也没有狂转了啊。他跟我说的是这个视觉数据已经写过来了啊，现在这个跟这个对得上了。花了一点时间呢，已经对上屏了啊，现在可以对上屏，没有任何问题。那看一下报错，哎，电条有报错，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啊。奇怪的是，它这个视觉居然有报错，不应该啊！你看，视觉标定错误，既然写了数据，应该是没报错才对啊。难道核心板还有问题？不应该啊！兄弟们，稍等我一下，待会儿跟这个同行兄弟先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啊。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ar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A few minutes later. 跟这个同行兄弟沟通了一下啊，下视觉呢跟这个机器不是一套的，是他临时拼凑上去的。但是呢，这个前后视觉啊，它应该是一套的。原本它跟这个有锁板是一套的。他就是把这个有锁板视觉数据写到这个好板，然后他确定是写成功了啊，那就奇怪了，既然是写成功了，为什么还会报这个标定错误呢？有点搞不明白啊。现在要验证它是不是核心板问题的话呢，有2条路啊。第一条路呢，我就是拿我的一套视觉装上去，把数据写进去，看是不是有报错。但是呢，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啊。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将它这个有锁板修好装上去就真相大白了。不过呢，这个下视觉本来就是其他机器的啊，我决定了还是帮他看能不能把这个有锁的板给它修好啊，装上去看一下啊，就真相大白了。我们要从它这个有锁板当中找到答案啊。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这个有锁板的数据写到我的核心板上面再去测试，这样我也觉得很麻烦了，还不如先修一下它这个板。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顺便呢也帮这个同行兄弟呢挽回一点损失啊，帮他修好一下。他有提前跟我说过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是有一个电阻掉了啊，他没有补上去啊，因为他认为是有锁板，当时就不理他了啊，就没有补。那我这边呢肯定要先跟他补上去啊。这是一个多大的电阻呢啊？我刚刚在料板上面量过了，这是一个10K 电阻啊，直接补一个过来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是什么呢？这种小元器件呢，你把它拆掉之后啊，再装回去啊。装回去之前呢，先给它换锡，换成低温锡，再去装它的话呢，用风枪吹嘛。用风枪吹的话，你就可以温度低一点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啊周围这些芯片爆锡的风险啊。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先把这个10K 电阻OK 啊，归位了。
刚刚在上一块板当中呢，这一颗电阻啊是被它烫坏的，那有没有可能有锁板也是坏的同样位置呢？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好，我们将万用表调到欧姆档就行了啊。再量一下它这个电阻啊，看有没有变质啊。这个电阻，它这个电阻看着外观还好啊，但是阻值是不是对的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是一个保险电阻来的，70多 K， 很明显啊，这个电阻也被烫到变质了。那这个电阻也要换掉。再从料板上面找一个。OK 啊，测量一下它的阻值啊。OK， 应该是正常的啊，上面有点汗油，正常的。再测量一下它的对地阻值，对地阻值我记得是400多的。OK 啊，400多啊，没问题。现在我单板开机，开。好，电流啊，已经能跑上去了啊，900多了，800多、900多 ，OK 正常啊。有锁板拼了一下啊，装上机，试一下啊。下视觉呢就不接了，因为这个同行兄弟说了啊，本来下视觉就不是一套的啊，我们主要是看它前后视觉有没有报错就行了。GB 灯亮了，跑马灯应该是能跑才对。OK， 再跑了哈，下视觉异常，电条报错应该是这个机器本身还有别的问题啊，其他问题不用管，只要修好核心板就行了。下视觉报错正常的啊，前视觉还报错呢，前视觉还要报错，难道它这个视觉本身有问题？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先关机啊，我拆开看一下吧，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把这个上壳把它打开看一下。A few minutes later， 哎呀，这个老六啊，这个有个视觉都没接呢，我以为它都接好了，结果它有个视觉没接，接上去看一下效果啊。兄弟们啊，可以看到前视觉报错没了耶，它就是一个鱼眼没扣上啊。下视觉报错正常，我都没接啊，关机，把它正常的板子也接上去看一下。正常来说，这个正常的板子也只是报下视觉啊，前视觉应该不报才对。A few minutes later， 对上了，看一下啊。前视觉啊，只要没有前视觉报错，没有前视觉报错了啊，只有下视觉正常的。接着呢，我还需要测试一下它的图传功能啊，确保一下它其他功能是正常的。拿了一套我自己的机器啊，来给它测试一下啊，图传功能 OK 啊，图传是 OK 的啊，可以看到啊。看一下报错啊，电条板的报错没有了啊，说明它那个机器应该是电条或者是动力电机有问题。云台也是 OK 的啊，有力，云台俯仰都能控制啊，没问题。那这个核心板就彻底修好了。这位兄弟啊，2块核心板都给你秒杀了，并且呢，那块正常的核心板给你测了一下，功能全部正常啊，没有任何问题。总结一下啊，你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哪里呢？手工还得多练一下。不是太到位，在飞线的时候呢，那个时间跟温度啊没有掌握好，电阻啊全部都烫坏了啊，这个一定需要注意。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